上海、深圳开始出现了新型的婚姻模式，绝对颠覆三观，看看你能接受吗？就在最近呢，一些北上广深发达的城市，95后和00后的小姑娘们都在倡导一种新型的婚姻方式，而且这种方式还吸引了大部分人群的这个眼球。当我听完之后，我都感觉这个时代进步的也太快了，真的是感觉有点这个反人性，不像原来我们那一代人呢，对不对？有的是自由恋爱，有的是父母没人介绍的，但是到如今这个年代，一种新鲜的模式在年轻人人群当中逐渐的流行开来，而且这种方式还让老一辈人感到特别的困惑和无法接受，包括我们是80后的我都感觉呢，有点颠覆我的三观。那接下来呢，我就和大家说一说传统模式跟新型婚姻的模式有什么区别呢？第一个就是随着现在社会的发展，男方可以不用出彩礼，女方呢也不用出嫁妆，这个模式就是给光棍带来一些好处，特别在农村里面，尽管两个年轻人想结婚在一起，可是最后呢高昂的彩礼也会导致结不了婚的问题。就像我公司的有个同事，他是00后，就在上个月刚结婚的，他们的婚姻模式也就是这种男女双方都不用出钱，毕竟现在年轻人压力还挺大的，对于这种模式我感觉还是挺友好的。第二个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只选择这个领证，不办这个婚礼了。在我的印象当中，这种模式容易出现在老年人的身上，可是现在年轻人开始逐渐流行起来，他们不再愿意消耗太多的金钱和花钱的在这个请客上面，他们宁愿拿这些钱去外面去旅游，去吃遍全国的美食。在他们看来，两个人只要真心相爱，办不办婚礼无所谓，最重要是两个人在一起快乐。第三个就是说赡养老人的问题，各负各的责任，各自养各自的父母，不牵扯别人，也不跟别人制造这个任何麻烦。你的父母有你密切的联系，我的父母由我负责照顾。假如遇到了过年过节周末是吧，也不需要送什么礼物或者什么红包之类的。但是我觉得赡养老人呢，是一项重大的责任，我们大家都应该认真的对待，保证他们得到这个照顾和关爱。第四个就是说，要是在结了婚以后，买了房子，还买了车子，在公平期间，男女双方都需要各出一半，而且双方呢，也不用进行这个婚前财产公证，日子过得还是好的话呢，就在一起享受甜蜜的爱情。如果是日子实在过不下去的话，必须离婚的话，那家里财产也是按照1人1半这样来分配。第五个就是关于这个孩子跟谁姓这一块，大家可以商量着来。要生2个孩子的话，一个跟父亲，一个跟母亲姓。第6个就是不与任何的一方父母住在一起。有时候因为这个年轻人跟老人住在一起吧，确实会出现一些矛盾，比如儿媳妇把这个菜炒咸了，明天老丈人把这米饭给做糊了。所以说这个东西是不是在一起的话，就是各有各的麻烦，对不对？还是各过各的比较好。有句话说距离产生美。第7个就是婚后的各项开支都是 AA 制，比如说出去吃个火锅1人1半，孩子生病住院1人1半。假如说花了3000块钱呢，就是一人出1500块钱。那以上的这种新型的婚姻模式，你们觉得能不能行得通呢？不光是很多网友，包括我也感到十分的惊讶，听起来并不像是夫妻在过日子，反而像2个人在经营一项事业一样，还不如一个人单身生活来的简单。毕竟每一种这个婚姻模式都有着适合的环境和人群，所以说我们应该根据自己的情况做着合适的自己。而且的话，好多人对这个 AA 制这个话题提出了一些质疑，有人说女人生个孩子可以实行这个 AA 制吗？男的怀5个月，女的怀5个月，对于这个问题看视频你是怎么看待的？欢迎评论区给我留言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放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